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麦氏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那现在时间呢是3月2号的凌晨，在刚刚3月1号的晚上11点 ，Sony 发布了他们这个2023年的新系列的电视产品哦。其实我已经有先看过产品发布的影片啦，所以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Sony 他们在2023年的确他们在一些新技术、新硬体的着数上面是比较少的，但是在一些新产品的音响方面，它是有讲比较多。那我们影片底下都有章节，大家就可以挑自己感兴趣的章节看哦。记得在看影片之前要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那我们废话不多说，我们就来跟大家来看一下 Sony 他们这个2023年的产品发布影片吧。Rediscover the power of home entertainment with Bravia。它这边基本上前面都有点像是。就是他广告常常会看到的，然后讲一些理念，然后这边在讲说 Sony 就要用他们的，因为他们有很多的技术嘛，在影像啊，甚至在拍摄，他们有他们的电影公司，那他们就是要借由这些科技去传播创作者的这种意念。Thrilling moments that set our hearts soaring, and moving moments. 他这边就在讲游戏或电影，就是能够给你的人生带来什么改变啦。其实音乐或电影，他们都是。电影就是把时间记录起来，藉由剪辑啊，然后调色等等手段，它能让你置身于当下。给大家看一下，说 Sony 他们有一个这个，像他们有音乐制作的公司，然后他们有这个电影拍摄的公司哦。其实我觉得他这边在讲一个重点，就是说你有很多的好影片啊，或是有很多的好音乐，它其实还是需要好的硬体去做播放啦。那其实 Sony 它也是，应该可以说目前也是这个从娱乐的内容供应商，甚至到前期的娱乐的这些影片的设备的制造商，然后到它甚至现在还有串流平台，然后还有电视。就是其实 Sony 他们今年的这种重点啊，它是放在这种环绕的沉浸感。360度其实就是跟音响的搭配啦，可以让你做到那种沉浸整个360度的体验。Complete visual immersion starts with processing the video signal into the on-screen picture as 他这边讲一下他的 XR 晶片，当然这个 XR 晶片从2021年的记得 X95J， 它开始 X90J 就用上了。那只是讲说它能够就是像这个人工智慧一样去减少画面中的一些噪点，增强对比，然后去做一些颜色，甚至这种画素的升频。今年的话，它叫做 XR Clear Image， 它应该在讲说它的算法更好啦，因为晶片都是同样的一颗，它可以减少更多的噪点，然后减少这种运动模糊。然后这边在讲说那个 Bravia Cam， 其实这也是2022年就出来的东西哦，讲说它可以侦测一些环境的亮度啊，或是你坐的位置，它可以去做一些声音的，算是声音的呈现一个有角度的投射。反正主轴是声音，这也是很有趣的一个点，就是说你看电视的竞争已经从画质开始到所谓的声音画质融合在一起，叫沉浸式的一个体验。还有人讲说，其实在形容它的这个更好的声音、音效跟影像，可以让你更沉浸在这里面。这边讲说它的 XR 的这个晶片会做一些这种，我觉得叫色彩的润饰啦。那这边当然会有很多人说，奇怪，它电影版就拍得很好看，它干嘛去做这种颜色的润饰？我觉得这个功能其实在更多的时候应该是对于这种，假如说像我们很多时候看 YouTube 或我们看的很多那种串流的平台，它的画质当然不会像说电影拍出来那种 4K 蓝光片一样好，但它经由这种晶片的去做升频啊，会做润饰，那就会得到很好的效果。那这边讲说一个 XR 晶片可以去控制更多的这种分区控光的数量哦。其实这个在去年当然也讲过，因为去年的 X95K 就是用这个 Mini LED。那他讲说，他这个 XR 的 Backlight Master Drive 就是它可以去控制更细腻的这个分区控光，然后呈现更好的对比哦。Storytelling can only come from a union of visuals and sound. Feel the presence of a character 60 degrees.
然后这边在讲说它的声音，其实我记得它去年叫做，它今年好像就是所有技术再加一个 Plus， 因为去年叫做 Acoustic Multi Audio， 然后 Acoustic Surface Audio， 一个是所谓的 OLED， 它会把它的整个 OLED 电视的面板拿来发声。然后这边讲说他们的那个 soundbar 会有一个技术，就是说藉由他们自己的声音的校正系统，只摆4颗喇叭，但是像10几只喇叭的感受。然后这边讲说，电视还可以跟这个音响做结合，那会让你觉得说他这个人在弹吉他的时候，声音是从那个画面正中间在唱歌的。然后接着讲说 PS5， 因为当然 Sony 他们当然就是要自卖自夸一下。就是 PS5 配上 Sony 电视，就世界上最好的表现。那当然，其实实际上还是有一些正向帮助的，就是说，它这边大家会讲说，它有一个功能叫做这个 HDR 的 Tone Mapping。那这个其实在讲说，很多人在玩 PS5 的时候，常会遇到第一个设定的情况，就是你要设定那个它有一个黑色的齿轮图案，你要去设定到，我记得它就是一个 HDR 的设定的。那如果你是用 Sony 电视的话，基本上你不用去做一些初始的设定，因为他们 Sony 的电视就直接告诉 PS5 说，我这台电视大概的规范跟规定值在哪里哦。那我亮度的平均范围或什么最高峰值的亮度，大概有些数据，它可以针对这个 PS5 可以直接去优化。然后这边讲说他们有一个新的游戏的面板，然后就是可以显示各种资讯，然后它可以做分割画面。但我觉得这都不是一个算是很 critical 的功能啦。那这边即将要讲说他们的新的系列出来了，叫 X95L。那基本上就是 X95K 的延伸版。那我记得这个 XR 的Master Backlight Drive 好像去年也是有，还是跟去年不一样。但是131的话就全部都加 Plus， 所以实际的。我觉得当然有时候它也很难讲啦，因为它 Sony 这种影片它也不会讲说，我 Mini LED 去年是用了几颗，今年是用了几颗灯泡，数量上的增长，所以实际上真的很多时候会需要这种，为什么会需要实际的门市的展示？因为你只看规格，有时候今年跟去年好像差不多啊，但是其实我举例以 X90K 跟前年2021年的 X95J， 我就觉得画面其实是很相近的。所以很多事情真的是要现场看才会有那种感受。然后这边他讲说他的新的 X95L， 然后这个新的这个 QD OLED A95L， 其实这个 QD OLED 的整个发展是让人非常期待，就是像三星他们今年也发布了这个 S95C 但是他这边讲说它规格最高支援这个 4K 120帧，就是但有点可惜啦。以游戏的重度玩家来讲，我觉得他们都会想要支援到这个 4K 144帧的VR 可变更新率。就以大家对这个 Sony 的旗舰的期待，我觉得是稍微有点可惜。然后这边接着讲的都是有 XR 晶片的电视哦。今年他没有针对这个 X80、X85， 他没有去针对他们去讲解，但其他的官方影片有发布啦，但我觉得就是浅浅的带过。这边开始来讲它的音响。那当然，其实我们之前都有录过相关的影片，在讲说还有 HDA94键式的，那还有包含这个调式的 A7000、A5000， 还有 A3000的 Soundbar。其实之前我们都有做过这种很算是长篇的解说了，有兴趣可以再回去看。然后他讲说还有这个360的 Spatial Sound， 在讲说，其实我觉得这应该算是一个 Sony 他们自己家的音讯的重新编码的技术啦。他只要收到这种 Atmos 或者 DTS 讯号啊，他再把它弄成一个它的格式。好，这边他发布一个新产品，叫做 HTS2000， 是一个3.1声道的 Soundbar。那基本上我觉得这应该是价位会比它的 A3000再更低一点啦。那 S2000 它一样支援这个 Atmos 的音效，然后OK， 它有一个功能就是让虽然你是播音乐，但你听起来会有整个环绕，就是像全景声一样的效果。但这种当然实际还是要听过为准啦。
然后他说他们会推出一个新的 Sony 的 APP 哦，因为其实 Sony 以前的音响都的确没有一个很好用的 App， 然后他们现在说他们跟电视还会有一个视觉上的 UI。This goes hand in hand with our ongoing commitment to sustainability. 好啊，这边就在讲说一些环保的议题啦，还有一个界面可以看说各种环保的设定。那你这个画面就是说你电省的越多，那个树就长得越大。Visualizes the impact of each setting, allowing you to quickly choose power saving from high. 当然，这种就是比较，就消费者而言，可能会觉得说比较觉得无趣啦。就甚至之前还有刚才有网友讲说，北极熊都吹了好几亿年的冷气了，那今年就是该换人类吹一下了吧？这样子。有时候看到大家的留言都觉得蛮有趣的，大家。他讲说运输啊、包装什么，他们都尽量去减少这个碳排放。哦，他这边讲说他的背景可以做这个深色跟浅色的切换了。当然，这只是他的 UI 一个，我觉得算是一个小小的改进吧。他这边讲说，其实环保永续经营啦，会有人觉得说不重要，但是就是你的子孙或者你的下一代，也许马上就会面临到这种地球各种环境的议题哦。其实他这样其实今年的影片应该我看起来不算长，这样就结束了。这边应该就结尾了。他讲说一些，其实我看外观也没有什么变啦。其实 Sony 他们的那种外观来讲，就是一贯的 Sony 的作风，就是他常常不会追求什么超薄的造型，就是一贯索式风格。好，那我们看完了这个刚刚的影片之后啊，其实各位发现到，它 Sony 2023年的这个电视的确没有讲太多这种新的硬体或技术哦。那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表象，就是说目前在电视的这种新科技上啊，它可能也许就像 iPhone 一样，它就刚好手机他们有一个重大的跨代的更新哦，那就是算延续上一代的，因为像它的 Sony 的今年的产品的 XR 晶片是2021年就有的嘛，到2022年、2023年，那其实它讲的很多技术也都是沿用，只有说它今年这个算法，它讲说这个 Clear Image 就是跟前几年的不一样这样子。其实现在这个晶片演算法可能写的好不好，大于说它用了什么好的一个面板的硬体哦。我觉得这也是必然的趋势啊。Sony 应该说自己有做相机嘛，原本的拍摄大家觉得说手机的摄影就是一个搞笑的，这个就只是记录生活的，但没想到过了几年之后完全不一样了，拍照就是又方便，然后拍的又好看，甚至连那个录影片大家也慢慢的都用 iPhone 去录影了，没有人再拿一个相机在那边录来录去的，所以这可以看出就是这种演算法软体的韧体的进步，的确硬体的角色不再像以前那么的重要了。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你说硬体不重要吗？我觉得也不全然，只是说在最近几年的确没有一种硬体的重大的突破，然后希望接下来的这种便宜的高级的 Micro LED 电视就可以出现在我们眼前了。我觉得也许那时候再过个3-4年，这个电视的生态就会整个改变也说不定了。那其实它 Sony 今年可以看出来，它最大的重心是放在它的整个音响产品来讲说，它有这个 A9、A7000、A5000、A3000。那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 S2000 这款产品哦。S2000 这款产品它可以搭配的是它的比较小颗的后环绕，就是 RS3S， 然后配上 SW5， 配上 SW3 都可以，但就不能配那个 RS5。应该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就是 A3000 再往下切一阶哦。所以 Sony 他们的现在的 Soundbar 的产品线可以变成说更完善了。从我预计价位可能也在这个 S2000 应该也在1万出头啦，所以就包含到这个4万块的 A7000、3万块的 A5000， 然后2万块的 A3000。那如果是搭配上这个1万出头的 S2000， Sony 的声音产品可以说在2023年就是全线都具备了。我觉得他们这个 S Center 功能如果做起来，其实我觉得可惜的是它没有下放到 X80K 已经 X85K 啦，就是没有下降到这个2个阶级。如果下降到这2个阶级都可以搭配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很可怕的。那但新的一年他们全部变成这个 L 系列哦，它没有发这个 X80L 还 X85L。
那应该是之后会以单片的形式出现。也可以看到说 Sony 他们目前真的是慢慢的都把精力聚焦在所谓的高阶款式，因为低阶的电视现在真的是一片红海。因为你看，其实不管是他们在海外面临到这种大陆的海信，面临到这个 TCL， 然后面临到小米电视、冠捷集团的飞利浦的电视，这种便宜的电视目前已经是杀到。坦白讲，因为 Sony 他们的面板都是外购的，不像说 LG 或者是说三星，他们这些韩系的集团，他们还有自己的面板工厂。但其实韩系的集团也快撑不下去了啦。其实这种面板业就是很吃政府的补贴，也很吃这种人力成本，不好做。然后电视的整个竞争也不是从画质在做竞争了，就画质好，大家都想要，那包含着声音的效果这样子。那最后就是说。实际的产品如果有到我们麦斯音响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的帮大家开箱哦，让大家看看说，今年的这个 K 系列跟这个即将推出的这个 L 系列，他们到底画质上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异哦？好，那这次影片就到这边，如果大家有任何想看的，都可以在我们 YouTube 底下的留言区留言哦。那我是 Alan， 我们下次见，拜拜。